美国的房价不是突然涨疯的，是被一代人的时间拉开的。美国人的住房梦已经遥不可及。如果在美国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每年也在存钱，却发现离买房子的能力越来越远，那我们先替你把一句话说清楚，这不是你不够努力，而是在买房的这件事情正在被一代人整体的请出局。这不是泡沫的问题，而是买房资格的问题。接下来我们讲的是我们见过最真实、最现实，也是最不容易被接受的一个事实。我们将详细的介绍当前美国人的购房能力的现状。一个数字把大多数人请出局。我们先看一组来自美国住宅建筑商协会的最新数据。目前有74.9%的美国家庭买不起一套中位价的新建住宅。注意，是中位价，不是豪宅。换句话说，美国已经有超过1亿个家庭在数学的意义上被排除在购房市场之外，不是他们不努力，也不是再攒2年的钱就行，而是无论怎么精打细算，买房的这件事情已经不允许这群人进场了。房价不是突然疯的，是被一代人时间被拉开的。现在美国住房中位价大约在42万美元，美国家庭的中位收入是在8.3万美元左右，房价收入的比例是5:1。然而父母那一代是多少呢？只有2.6:1。1985年的婴儿潮一代也只有3.5:1，也就是说，只用了一代人的时间，住房的可负担性几乎被翻倍压缩。你今天想买一套正常的房子，年收入要10万到11万美元，但是现实却是一半以上的美国家庭根本达不到这样的一个水平。为什么你感觉努力没有用呢？因为财富不在你身边。再看一个更加残酷的事实，自从2020年以来，美国社会其实已经分裂成了2种完全不同的经济现实。如果你在2020年1月份有一套中位价的住房，并且持有10万美元的指数基金，到了2026年，你的净资产大约能增加到28万美元。但是你再看看今天美国财富的真实分布，最富有的1%持有全国31%的总财富，而底层50%的人只拥有2.5%。在股票市场比例更加惊人，前1%的人持有50%的股票资产，足足有25.66万亿美元，而底层一半的美国人加起来只持有1%的股票。虽然美国家庭总净资产刚刚创下176万亿美元的新纪录，但是这些财富几乎全部流向那些早期拥有资产的人。但是如果你是租房的人，还没有什么资产，对不起，这几年你基本上没有得到什么，因为你变得更穷了。你为首付存的那1美元都在贬值。普通人能感受得到的是，房租越来越贵，首付越来越远，工资涨了，但是购买的能力却没有涨。这不是错觉。为什么你感觉你的工资越来越不够用呢？但是有资产的人却越来越富。从2021年的1月份到2025年的7月份，物价上涨了22.7%，而你的工资只上涨了21.8%。也就是说，即便你加薪了，但是你实际上的购买的能力比4年前更还少了7%。如果我们拉长时间看，从
2006年的3月份到现在的20年，名义工资涨了84.6%，扣除通胀，真实的工资只涨了13.8%。首次的购房者正在消失。有一个指标更加的残忍，但是非常的重要。根据美国的房地产经纪人协会 MAR 最新的数据显示，在2024年的7月份到2025年的6月份，购房的交易当中，美国的首次购房者的占比只剩下21%，创造了自1981年以来的最低的水平。历史的平均水平是40%，并且同一份报告还显示，首次的购房者中位的年龄已经长到了40岁，5年前还是33岁，而现在1981年的只有28岁。MAR 估算，晚买的这10几年相当于损失了15万美元的房屋净值。很多人买不起房子，就会一句话甩锅给华尔街。难道真的是华尔街把房子买光了吗？都是华尔街的机构把房子买光吗？但是全美国的层面来看，黑石集团实际持有的独栋住宅只占了全美国的0.06%左右，所有的机构投资者加起来的也就只有0.5%左右。贝莱德在独栋住宅的市场几乎没有直接的持有量，他主要投资的是多户的住宅、公寓等等的资产。但真相是，美国大多数出租房实际上掌握在大量本地的个人的小房东的手里，但是在某些重点的城市，机构持有的出租房的比例高达12.4%。所有投资人持有投资占比达到30%，拉斯维加斯和孟菲斯均达到26%。2025年，所有的投资人合计购买了33%的独栋住宅。这些投资人里面主要是小房东，而非大机构。而这些投资1到5套的个体投资人，占总投资人比重的92%，这是5年来的新高。而近一段时间，限制机构直接买独栋住宅，但是有一个明确的豁免 BTR（Build to Rent） 不在禁止之列。也就是说，机构资本正在转向一种模式，只建筑不出卖 （Build to Rent）。这些房子从一开始就注定不会卖给家庭。2024年，只建不卖住宅完工量达到39000套，是疫情前水平的6倍。目前，黑石集团旗下的公司正在开发58000套只用于出租的住宅。在德州、佛州、亚利桑那州，大量新建独栋的社区，从立项开始就只用于出租。这些房子根本不会进入首次购房者的市场，也就是说，过去是房子贵了一点，然而现在是房子从制度上就不允许卖给你了。问题不在于华尔街，而在于美国的住房正在从家庭的资产入口转变为长期出租的资产体系。关于这轮对机构投资人限制的调整，你觉得个人投资人进入独栋房产的市场是否还有前景呢？美国房地产市场已经形成了超百年，是典型的成熟房地产市场，已经呈现出较为稳定的周期变化规律，长期受人口规模、人口年龄结构等影响，短期则受流动性、利率等影响较大。
财税制度对美国房地产市场运行的影响相对有限。纽约的房地产市场在经历了多次危机和挑战后，依然保持着强劲的发展势头，成为了全球房地产市场的焦点。在全球房地产的宏大叙事中，纽约从来都是最耀眼的标本。纽约作为当代最具有代表性的全球城市，百年的时间里面，房地产的市场经历了萧条繁荣的多轮周期的变化，长期波动向上。这离不开纽约市产业的多次成功转型带来的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带来收入效应，即居民实际购买力的提高，增加房地产的需求。全球最吸金的金融市场在纽约，最完善的法律会计监管体系在纽约。今日的纽约汇集了太多的历史悠久的财富。感谢支持，欢迎订阅。